欢迎收看《董事大吃》，我是阿婆，我是老范，太感人了。现在在这个录影的当下，今天我们的人数已经正式超过1000订阅了，真的好开心哦！谢谢大家。终于感谢，不管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我们的影片，都非常感谢你按下订阅键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啊，或是好奇，或是想要对我们说的话，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。透过那个 IG 私讯我们会整理大家的问题，然后跟我们想告诉大家的事情，然后整理成一集跟大家说，分享给你。上一周快闪了泰国48小时，天哪！没想到我居然也会有快闪的一天。那我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，那时候春节的前后，也去了泰国曼谷，我们就今天一起整理了，分享给你。如果你现在要去泰国曼谷啊，这些地点你都可以参考，非常的棒。芒果冰沙，整条街就它最浮夸，所以我就去了那一家，真的好好吃。照片看起来真的好浪漫哦，好漂亮。你居然有去，我真的好惊喜哦。对啊，我比你还早去，好漂亮。很美，那个照片真的怎么拍都很有 feel， 它整个空间的氛围啊，书架的感觉，然后用色，然后打灯，就真的让你感觉好像走进了鸟屋书店一样。那间完美餐厅，拜托你去好不好？真的好漂亮，很值得一去。乔德夜市，疫情后曼谷最人气、最热闹的观光夜市。这个夜市呢，它有一个蛮好的优点，就是它其实离捷运站非常的近。你知道现在泰国去真的很热，一出捷运站没有冷气的地方，你真的只想要赶快可以到达那。它这个夜市离捷运站很近，我觉得还蛮值得推的。去到那里之后啊，会先看到一片白色的帐篷，好美哦。对啊，真的是完美风哎。一入口的地方呢，等于是一个用餐区，就是让你在夜市里面买完你想要吃的，然后就去坐在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一区里面。然后那一区旁边有一些音乐酒吧，就是坐在那边喝啤酒啊，吃它的小吃，你就觉得哦，好像也是来到了一个像夏威夷啊那种度假胜地这样子。夏威夷呢？对，真的拉好高哦。因为我去的是刚好是假日，所以满到爆。然后老外在那边穿的也真的是超火辣。再往里头走一点，每一间海鲜热炒店都会摆那个火山排骨，我会沿路就看到一些冰品啊，或是喝的啊。我们去的时候有喝到一间那个很漂亮的芒果冰沙，整条街就它最浮夸，所以我就去了那一家冰沙，然后上面挂着一个那个很大，就是半颗的芒果，对，然后它甚至还可以里头是有糯米饭的，3合1耶，好好，你又可以吃冰沙，又吃到芒果，还吃到糯米饭。对啊，你一定会喜欢那个，然后它冰沙喝起来超好喝。好香哦！它是那种，它不是台湾那种很甜的，它是有点酸香的芒果，好好喝。走到中间一点地方呢，有一个他们当地必吃的一个小吃，这个人气小吃呢就是烤海蜇。台湾的料理都是凉拌，然后吃起来脆脆的。我就看他这样烤，他不是说把它烤得很熟，半生半熟，有点炙烧的感觉。对，有点炙烧的感觉。他会给你一杯酱，有柠檬的香味跟乳酪香味那种，就这样沾着吃，还蛮清爽。我去了2次，真的好好吃，好脆哦。你来到曼谷也一定要去尝一下的就是香蕉煎饼，那个锅子太可怕了。我没有想到那个油它是香蕉炸饼吧？可是真的很酥，带酸的香蕉，对，再加上那个巧克力的甜，还有炼乳这样子。可以推荐给大家，一定要去试试看。然后我们居然走到后面，看到有一家上面有东西在转，很像那个旋转寿司那样子。它居然是小火锅，它是一大碗让你自己夹，对，吃到饱了，超妙，而且这没冷气耶。坐在那边就算已经流大汗了，还是要狂吃，所以想必应该是不错吧。中间靠后面的位置有一些服饰啊，或者是小饰品啊。我发现他们还蛮多那个卖白 T 恤的，甚至你还有看到金银饰店。走到那柜位应该眼睛会瞎掉吧，好闪。它还有一个优点，它的店铺
价格都会写在外面，让你知道，就是很重要，公开透明的。不像它有一些其他的夜市，传统夜市就是会，就是你去跟他买，他可能看到你是观光客，他就默默的价格不一样，对，价格不一样。我觉得对观光客来讲，价格透明跟固定真的很重要。而且听说他在今年的4月，他也默默就开了第2间，就在卡都卡市集附近。听说明年又要再开一间，第3间。好，下一间 Asiatique 河滨夜市。一到现场，河畔那一整排全部都是外国人在排队，所以很多人来到这个夜市，他是坐船来的。与其说它是河滨夜市，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露天河畔边的 shopping mall。它是曼谷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那种货运的仓库去改建的，所以它的占地非常的大。它总共有10个大区块哦，河边的餐厅啊，然后有逛街的很多的小店啊，还有游乐设施、户外的夜市。哇塞，逛不完呢，很多店，还有我最爱的肯德基。然后它里面很夸张，它居然还有电玩周边的那种电玩店，有一个超美的旋转木马。照片看起来真的好浪漫哦，超漂亮。旁边就没有什么光害，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旋转木马，那一座在那边转。对啊，而且你看那旋转木马，它转得很快，转速也太快，小孩要被甩出去吧。还有一个摩天轮，超大，其实我觉得规模差不多，就跟那个美丽华差不多大的摩天轮。对，上去一趟要多久？上去呢，大概12分钟到15分钟左右，它会转3圈。现场其实气氛蛮不错的哦，因为放一些那种懂事的音乐，然后也是很多老外在那边排队，这样子一直跟着音乐，跟着音乐进去，然后坐上了那个包厢之后，它就慢慢的这样摇晃，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观赏河畔的风景。船上很多游船，然后那些船都灯打得有够亮的，然后5颜6色的。转到最高的时候，你也是可以一眼望尽那整个仓库，就是整个河滨夜市的风景。你可以从制高点去看它整个仓库，也就是像看夜景一样啊。好浪漫哦！这很适合情人一起去，很适合。我真的觉得真的气氛超棒的，一个人500块。一个人500块，我觉得偏贵，因为以他们当地物价来说偏贵。对啊，甚至也比美丽华的那个摩天轮还贵啦。它还有一个鬼屋，泰国人是很喜欢鬼啊。但是在这里面就有鬼屋，我觉得非常有趣一个人300块，全长大概3分钟左右，里面非常的暗。然后我有稍微记录一下这段，要听一下吗？好啊。外的装饰还蛮好看的，蛮有气氛，然后这里面一直尖叫声飘出来。你看，很好。我看他怎么去。来了啦！怎样啦？不要跟我大吼大叫的哦，我最讨厌大吼大叫，不要叫哦。全黑的，这边超黑，无敌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然后他现在在帮你推进。码头的风景哦，嗨，我跟你打招呼，嗨，拜拜，来玩。这边啦，他这样绕出半圈，然后再往这边回去，进到这里面。不要尖叫，我觉得可怕的都在右边。突然间喷干冰，好好笑，你的脖子好凉，好凉。没了。好了，一定会不时的会有一些灯光、声光效果，喷干冰啊，这样子喷你的脸吗？对，我会感受到那个脖子后面都会被喷干冰，就是喷气啦，喷气。不是，我觉得他这个鬼屋很搞笑。我刚好去的时候是春节，所以它其实挂满红灯笼，很有气氛，对不对？看起来真的超像在过年的。很多地方真的都是春节气氛，唐人街的春节气氛，Icon Siam 的那个百货公司。
浮夸的那个春节亮成那样哎，超亮，而且灯笼挂满，然后金细洗，金细洗，什么颜色的灯都有。对啊，所以真的很有春节气氛。居然有一摊在卖鳄鱼肉，我觉得那个太可怕了，很恐怖的。鳄鱼头皮没有剥，然后看到鳄鱼的头在那边呢，很恐怖。那个我觉得我吃不下去，不知道鳄鱼肉好不好吃，吃过的人请留言告诉我。还有一整排的墙壁有那个墙壁彩绘哦，就是一个氛围感，可以干嘛？拍照。因为这边它的通道都是比较大一条，所以你小孩子可能跑来跑去，你也不会说啊，怕会撞到别人还是。它中间还有一个喷水池，你在这喷水池上，你看摆拍，不知道还可以求婚什么的，浪漫到不行。好好利用这个夜市吧。其实我去的时候，老实说，还蛮多店家是没有开门的。其实占地太大了，疫情3年，很多店家撤出去了，招商还来不及回来。是他们为了要就是再重新复苏观光，他们跟迪士尼合作了100年纪念哦，所以其实现在入园是要售票的，但是他把整个场域都包进来，联名的游乐园吗？对，然后到7月底为止。天哪！快去！我居然没有去，好可惜。对啊，你居然没去你？我不知道，我要想去看一下 Elsa， 还有马里奥。迪士尼，不要乱凑人好不好？接下来这家餐厅呢，我一进去的时候，我被吓到，因为里头让我好惊艳，然后就立刻先迅速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立刻传给老范。我说你去泰国怎么没来这里？这里很值得介绍哎。结果老范，我有去好吗？你居然有去，我真的好惊喜哦！对啊，我比你还早去，我1月就去了，因为它真的太厉害了。它真的很漂亮，因为我们两个不同而去，所以这家你真的不能错过，一定要去。这一家呢，它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一家医院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心里头有点害怕，因为它外面看起来有点老旧，而且真的看不出来。如果你不讲它是网美餐厅，你真的不知道里面在干嘛哎。对，因为它其实连它的玻璃都看不进去。进去之后，门旁边就有2个那个恐龙的骨架，动物的，对，前面就是一匹马，对，也是假标本，就是让你觉得有点阴森，不得吊诡风。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它那一整间餐厅都是斑驳的墙壁，没想到它每一根都是真实的白蜡烛，然后它的墙上也挂了很多动物的那头的骷髅。感觉就是拜撒旦仪式的感觉。对，最厉害的是它的中间，有一个铁锈的旋转楼梯，好漂亮的旋转楼梯。那个照片真的怎么拍都很有 feel， 真的好漂亮。我觉得它最恐怖的是，它楼上是一个饭店，像鬼片一样破破旧旧的走廊，然后就2边都是各一个门，然后门小小的这样子。我在官网上也有看它房间里面的摆设啊，里面甚至还有爆的标本呢。干嘛？很恐怖。干嘛？它的餐点呢有一点华丽的风格，超华丽。我真的要说那一杯椰子美式让我好惊艳，仪式感也太满了吧？仪式感真的很满。它的那一杯咖啡的烘焙味比较重的，它有点烟熏口感，再搭配那个椰子水，会让它的烟熏气息比较再圆润一点，就整个有点像老男人抽了一根烟的感觉，然后就觉得原来你的喜好是老男人。柠檬塔还蛮好吃的，我点的那边 menu 上面所有的花系列3部曲，就是很多那可食用花，5颜6色的，去装饰沙拉，装饰那个蛋白霜的蛋糕，然后还有那一杯饮料，还有附你一个蝶豆花的糖浆，就是有一个仪式感，让你淋下去变色渐成星空，很美。哎呀，很会，很会。我点的这3道啊，老实讲啊，不好吃。你点那3道不好吃？不好吃，但是非常好拍。我有一张那个拿铁跟蜡烛，然后还有后面的，对，这种超好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漂亮。我觉得是还蛮值得一去的一家咖啡厅，很有特色。这个地点刚好也在唐人街附近，所以其实去完这一家餐厅之后，也可以到唐人街走一走，吃一吃唐人街的一些特色的在地小吃。接下来这个景点是 Warehouse 30，这个仓库本身是在24大难期间的废弃军用仓库，然后它后来改建成现在就是很像高雄的对，我发现很多的偶像剧都有在这个地点有拍过。你有偷看泰国偶像剧？对，因为它其实现在已经改成了咖啡厅啊，或是选物店啊，或是一些艺廊的一个集合的地方。然后像我在这边逛逛走走啊，然后就发现有一个艺廊真的很酷，他那个时候展览就是爆破玻璃，走进去里面看呢，就会看到很多很特别的艺术品，就是远看是一个人脸的肖像，可是近看它是用那个玻璃把它打碎，然后拼成的。
还有一个很酷的，它用了非常非常多片的玻璃去拼出一个骷髅头。它是立体的耶。对，它那个泡沫砖很厉害，就是你从侧面看你也看不出来，可是你就走到正面发现，它是个骷髅头哎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所以我就是一定要把它拍下来。他那个是泰国的艺术家吗？还是欧美的，或者是？知道 ，OK 。你好有文化气息哦，居然找到这个地方。像个屁啊你！这个地方本身很艺术之外，它的周边也都是有艺术气息的。外面啊有一道墙面的彩绘，很适合花1个小时的下午。接着就可以去坐船去 Icon Siam， 因为这个地点啊，它的河港边就有那个接驳船。哦。对，可以坐到。那个很大的那一间百货公司，很近是不是？还蛮近的啊，坐船差不多好像10分钟不到吧。哦，对，所以这个景点推荐 Open House。你很有文化气息。这个景点是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，我说哇，也太美了吧！因为它真的是日本那个鸟屋书店的团队进去设计合作的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它整个空间的氛围啊，书架的感觉，然后用色，然后打灯，就真的让你感觉好像走进了鸟屋书店一样。而且它不只是书店，在它这一个楼层里面啊，书店的旁边就是餐厅啊、咖啡厅跟一些用餐空间。所以来到这边，你可以吃个饭啊，喝个咖啡，然后再去看个书。然后这地方居然还有儿童游戏区，那游戏区看起来很好玩呢，有一个很长的溜滑梯。你喜欢吗？可惜我去的时候它已经快打烊了。哦，不然你会去滑溜梯？不然我应该，他如果愿意放我进去，我就去啊。它的座椅啊，就是在书架之间的沙发，让你感觉你就埋在书架里面，然后坐在沙发上很悠闲的看着书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，就是它有一个2楼的半阳台的感觉。它有个 L 型的设计，是你可以走到2楼，那个走廊还蛮长的，然后在旁边也有书架，所以你可以站在2楼，然后靠在那个栏杆上啊，悠闲的看着底下的人啊，然后或者是坐在2楼的沙发去看看书啊。而且它这个书店啊，它就在 Central Embassy 这个百货里面，Central Embassy 也是当地的贵妇百货。对，所以妈妈就去那个低楼层 shopping 品牌，然后小孩子就交给爸爸去那个地方顾着小孩在玩，爸爸可以在旁边打电动，多好，一举数得，很棒很棒，推荐给你。以上呢介绍的这5个景点，都是我们去了曼谷之后，真心觉得很棒，就适合推荐给你。看你依照你不同的旅游需求，然后就去不一样的景点这样。对啊，那间完美餐厅，拜托你去好不好？真的好漂亮，很值得一去。下一集呢，我们就会介绍泰国的超商必买零食。太棒了，我最喜欢吃超商零食了。这些零食都是在网络上大家就是有推荐，热门推荐，我们就集合几款起来给大家，然后开箱给大家试试看。没错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